1922年11月26日，英国考古学家霍华德·卡特和卡纳·冯勋爵一起进入了一座神秘的墓室，从建造之日起，到现在依然完好无损。他们在墓室里看到的景象令人着迷，到处都是金光闪闪，因为坟墓里面大大小小到处都是金色的文物和奇珍异宝。这是一座巨大的古埃及王陵，整个挖掘过程耗时数年，这将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。法老图坦卡蒙的坟墓的发现充满了宝藏，如金色神殿、雕像、珠宝、武器、衣服和许多其他文物。图坦卡蒙的尸体被放置在3个棺材中，最里面的棺材是用纯金制成的，而外面的2个棺材是用木头制成的，上面覆盖着黄金以及几件半宝石石头。这是第一次发现古埃及时代的皇家陵墓。今天我们开个脑洞，一起进入图坦卡蒙的墓穴。进入法老墓室前，考古队员们发现墓道的墙壁上刻有一些文字，意思是无论谁搅扰了法老的安宁，死神之意都将降临到他头上。我是图坦卡蒙的护卫者，是我用沙漠之火驱赶那些盗墓贼等。在阴森的墓道中，这些犹如诅咒般的文字让人毛骨悚然，但考古队员们并没把它们放在心上。卡特等人的考古成就得到了世人赞许，一桩桩怪事和一幕幕悲剧随即发生。1923年4月23日，也就是打开图坦卡蒙陵墓6个多月后，赞助卡特此次考古行动的英国贵族罗德·卡纳冯勋爵因病去世。据说他在墓中被蚊子叮咬了左颊，后来高烧不退，最终不治。勋爵的儿子说，父亲去世时，医院所有的灯都灭了。勋爵的女儿说，父亲临死前喊道：“我听见他呼唤的声音了，我要随他而去。”卡纳冯勋爵之死仿佛打开了一道地狱之门。他死后的3年零3个月内，21名与图坦卡蒙陵墓发掘、参观或木乃伊检测有关的人员相继意外死去。墓道墙壁上的诅咒似乎应验了。当霍华德·卡特打开法老的石棺时，他发现2把匕首缠绕在图坦卡蒙的木乃伊尸体上。第1把匕首缠绕在图坦卡蒙的腹部，完全由黄金制成，带有复杂装饰的金鞘。第2把匕首真正让考古学家着迷，匕首被缠绕在法老木乃伊的右腿侧，手柄用黄金装饰，圆头则以水晶打造，铁刀片有黄金剑鞘保护，剑鞘上一边刻着百合花图案，另一边刻着羽毛和一只柴的头。它是一把带有金色鞘和金色手柄的铁匕首。现在你可能想知道为什么铁匕首比金匕首更令人印象深刻。如此精心制作的武器在青铜时代是非常不寻常的。尽管古埃及的沙漠拥有非常丰富的矿产资源，但科学家认为这个时期的铁比黄金更有价值，因为这个时候的古埃及人能够使用的材料是铜、青铜和金。尼罗河谷中铁的使用发生的更晚，铁冶炼的第一个证据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第1个千年，也就是图坦卡蒙统治后近半个千年。匕首本身的质量非常好，他们用一种金属制造出如此精致且制作精良的神器。按目前来看，这把匕首应该是更先进的文明送给法老的礼物。科梅利称，匕首的历史要追溯到公元前14世纪，在当时的古埃及文化中，铁器是十分稀少的。据考证，埃及到公元前8世纪才发明炼铁技术，比周围的国家要晚。由于铁的熔点太高，需要1538摄氏度，早期的锻工无法加热到这么高的温度来提取铁，更遑论将其制成武器了。当然，主流埃及学家不能接受匕首来自古代高度文明的馈赠，或者在古埃及时代即存在高度的外星文明与人类接触的事实。针对这个不合常理推论的文物，所以他们御用的媒体来了，并解释说古埃及人从坠落的流星体中提取金属，从而制造了这个匕首。这个理论显然存在一些问题。因为例如历史学家早就得出结论，埃及人没有从青铜时代的流星体中提取金属的技术。一个坠落的流星体可能含有铁，但铁不会聚集在一个地方，散布在整个物体中，使其很难被发现，更不用说在没有先进技术的情况下提取它。如果我们假设他们可以以某种方式
从流星体中提取金属，那么他们如何将金属制造进匕首？因为这也超出了他们的能力。研究人员惊讶于匕首非常光滑锋利，绝对没有任何锤痕，边缘非常精细。匕首刀刃的成分分析一直没能进行，因为从前的鉴定方法有可能会损坏这件稀世珍宝。直到 X 射线荧光分析法的出现。X 射线荧光光谱仪用高能的 X 射线或伽马射线轰击分析对象，造成电子跃迁，电子回到基态时放出特定的 X 光。不同的元素会释放不同的 X 光，以此就能够进行元素分析。对图坦卡蒙的匕首进行元素分析后发现，这柄匕首含有大量的镍和钴的合金组成，它非常复杂和耐用，它含有89%的铁，其余含有镍和钴。镍含量极高，使刀片几乎不生锈。制造出一种复杂的合金，需要非常高的炼金术技能，人类几千年后才能制作匕首。这是一个更古老的、更先进文明留下的遗产，或者可能是来自访问埃及的外星文明的礼物。问题不断堆积，图坦卡蒙的匕首并不是在坟墓中发现的，唯一无法解释和不合理的神器，还有一个复杂的胸甲，用金银和各种珍贵珠宝装饰。这件神器描绘了一只带翅膀的圣甲虫，由一种神秘的黄绿色宝石制成。圣甲虫其实也就是通俗所说的屎壳郎，但它在古埃及可是一种崇高的象征符号，它象征了太阳。而法老项链的造型是一只飞向天空的圣甲虫，这似乎意味着天空与沙漠玻璃存在某种联系。难道早在3000多年前，前人就已经了解利比亚沙漠玻璃的来头？考古学家最初认为宝石是一种常见的石英矿物，当时围绕图坦卡蒙匕首和胸甲的谜团引起了科学界的兴趣，许多专家开始研究在坟墓中发现的所有文物的位置。显然，胸甲中的圣甲虫不是由普通的玉髓石英制成，而是由一种在这个时期不应该存在的材料制成。沙漠玻璃，沙漠石英玻璃是1945年之后首次发现的材料。三位一体测试和试验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在遥远的新墨西哥，在1945年7月16日的早上5点30分，实验核弹被引爆。爆炸力约为25000吨 TNT 爆炸当量，爆炸造成了一个大约1.4米深、80米宽的陨石坑，而该处中的沙子被融化，并变成了一种具有轻度放射性的浅绿色玻璃结晶。这些结晶亦因为这次核试而被称为托利尼提物质 Trinitite。Trinitite 层的半径约为300米。新墨西哥沙漠已经变成了一块光滑的闪闪发光的绿色玻璃，这意味着炸弹产生了超过3000华氏度的温度，这是将硅砂融化成玻璃所需要的温度。实验项目团队成员认为，这种玻璃是一种独特的全新材料。在三位一体和试验测试之后，研究人员神秘地发现了与图坦卡蒙圣甲虫相同的沙漠石英玻璃。针对图坦卡蒙圣甲虫胸甲，科学家解释声称流星撞击产生了这种玻璃，虽然流星撞击的确是融化了沙子，变成玻璃并创造了这个不寻常的物质。这个理论的问题是，人们发现了利比亚沙漠存在大量的这种玻璃，而且是完全纯净的。如果流星撞击是它形成的原因，玻璃中就会有铁和其他矿物质的碎片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通过大量的研究调查，有很多不能解释的问题，比如流星撞击会留下了一个陨石坑，即使使用卫星，在利比亚沙漠广阔的区域没有发现陨石坑的图像。另一个理论是，雷击创造了沙漠玻璃，但同样，雷击可以制造出一小块材料。在利比亚沙漠中，如此大量的这种玻璃，显然无法用雷击来解释。对此，您有什么开个脑洞的想法呢？可能这件图坦卡蒙墓中的神器也是用所谓的神灵制造的材料制成的，就像匕首一样，是一种高级合金，只有神灵才能释放出如此强大的爆炸，将大片沙漠融化成光滑的玻璃。这就是埃及人为何如此崇拜他们，并被认为是历史上最虔诚的社会之一。难道你不会崇拜拥有比你自己的力量先进数千年的力量吗？问题是，这些赋予人类各种恩赐并推动古代文明发展的神灵是谁？他们是从哪里来的？我们对地球发现的许多古代文明无法解释，例如吉萨金字塔、波斯尼亚金字塔、
特奥蒂瓦坎和所有其他巨大的结构，或者这些结构连同在图坦卡蒙墓中发现的文物，不是来自外星智慧，而是来自在我们所有的历史之后，在地球上发展起来的先进古代人类文明。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聪明、更先进，但古代文物和墓葬建筑似乎表明，在非常遥远的过去，墓葬建筑中可能存在高度智能的洪水前文化。这些结构并以原始人类永远不可能的方式创造这些人工制品。也许这个文明发展得太快，并最终自我毁灭，只留下我们今天看到的坚不可摧的石头结构。这让我们怀疑，我们作为一个文明是否正走向自我毁灭。我们的技术在我们的精神和文明发展正在减弱的同时，科技正在取得巨大的进步。对于一个仍然诉诸战争和暴力来解决其政治问题的文明来说，这种技术进步是否是危险的？我们希望现代科学和考古学保持开放的心态，并探索有关古老的发现，而不是压制有争议的发现。它应该更多地重视它们，并对所有可能性持开放态度。即使他们打破了文明固有的思维，必须从我们的历史中去学习。你知道的越多，现在的你为未来准备的也就越多。在欣赏完图坦卡蒙的匕首后，您的脑洞开了吗？如果您是古埃及人的后裔，你会怎么做？就放心在下方留言区告诉我吧。如果你今天觉得这个影片还不错，请给这部影片一个赞，并与朋友分享。但先别急着梦想成为图坦卡蒙，因为我们还有许多有趣的影片会陆续分享，等你观赏呢。你只需要关注我们的频道，或者告诉我们你想要看的影片，就可以尽情享受。持续锁定我们，大家一起开个脑洞吧。